今天是突然就是说，整那个妆发，然后呢，正好，可能好久没有直播一下，然后呢，就是说进行一个小小的直播。很明显，我的脸上比我脖子要白很多，很明显，因为今天化了妆，是这样的。哎呦，哎呀，今天是化了妆，所以说也这个有色差，知道吗？看见就是这个弹幕的一个单调，知道吗？单调，除了会说啊，老公我好帅好帅好帅，能不能有一些，就是能不能换一点东西，能不能给一点点新的东西啊？翻来覆去的，好帅好帅，知道吗？很腻很油，知道吗？哎，能不能稍微就是有一些新的东西？我们要有一些创新的思维在，我们要有一些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你不能一直都只能，我有褶子，我有很多褶子，这个很正常，没有办法了，这个是已经没有办法的。我们不能去对抗一个人呐，我们不能去对抗一个就是自然生长，是吧？这个没有办法，人都会有老的那一天。那我小时候还只有那么高呢，那我现在长那么高，你总不能说，哎呦，现在长那么高了，你长褶子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了。漂亮，你觉得漂亮是用你觉得漂亮能够用来形容我吗？漂亮，你用漂亮去形容一个男生吗？你用漂亮去形容一个猛男吗？你好漂亮，哎呀，你的宝儿，你的宝儿，我要说一下，我几年的？告诉我，95的，是不是？95年，今年多大了？28岁，对吧？你见到一个28岁的，你可能只有20岁左右；你见到一个你可能只有17、8左右；你可能只有20岁左右。你见到一个28岁的人，你应该叫他什么？你正常情况下，如果是你同事，你叫一声敖哥，是吧？张哥、李哥、王哥的，你可以叫一声，再小一点吧，17岁吧，18岁吧，好吧？那你可能会叫一个比你大10岁的人叫个叔，对吧？王叔、张叔、李叔，对吧？那你稍微那个一点，你就稍微那个注意一点，叫个老师是吧？那也没有问题。你现在我的宝儿，我的宝儿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宝儿，我就感觉你要是50多岁，我觉得你叫我的宝儿，我觉得好像挺合理的哈。
怎么感觉我年纪挺小的？这个怎么说呢？精神状态吧，就是一个气息，就给你一种比较年轻的感觉。但是岁月不饶人，岁月不饶人。等我换一个姿态。已经播了一阵了，可以躺下了。最开始播的时候，我怕我一来就躺着，感觉会吓到你们，就是会进行一个惊吓，就是我怕你们觉得这人怎么用这种角度来直播呀？然后所以说我决定正视镜头，但是呢，正视镜头那个姿态并不能让我感到一个舒适，我觉得还是要以舒适为主的，毕竟咱直播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其实太久没播了。有的人已经在私信里边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还不直播呀？再不直播我要脱粉了！哎呀，你怎么还不直播呀？最近在干嘛呀？哎呀！”然后我就顶不住压力，知道吧？就是被迫顶不住压力。播一下。哎呀。然后我们就用这个，今天嗓子特别不舒服。那天去了趟网吧，让我非常的不舒适，就是空气不太好。别吓我，我没甲流，我没有甲流。但是我想想啊，但是我据说李老师好像是甲流了。不要怪我笑得那么兴高采烈啊！我其实是觉得，我还问了他，我说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还可能恢复的还不错。但是呢，难掩笑意，知道吗？难掩笑意。嘿。好像是啊，你们别说你们别跑去说，哎呀，儿方说你得甲流了呀，听说，哎呀，他可能说儿方在造谣，万一呢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猜测，他可能好像只是感冒了。哎呦，我看到我鱼尾纹很正常了，谁没个纹啊？我有个纹很正常。你要是告诉了他会说我儿朋友在造谣然后他就会对我进行攻击。然后呢，如果去远程，他就会对我队友进行语言攻击，知道吧？这个人有问题，他那个人有问题。我主要是只有一个手机，不然我就打电话了。李老师年纪比我小，当然没有皱纹了。他再等几年，你看他有没有？他什么？请避免可能带来不良感知的姿势，如长时间仰卧。他以为我在睡觉，这个系统判断我在睡觉，让我坐起来直播。我坐起来了，这一下他没有办法。我想想他判断我是躺着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
可能角度的问题，稍微拿高一点，他就不会觉得我是在。但是我拿高的手很累。6，这个6。说到那儿，李老师他打我，有的人可能看了咱们就是少年歌行哈，你们看能经常就是我跟他在进行一个互相的一个攻击，其实我真的是每次都是让他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真的。听听这力量的声音，听听，感觉到这力量了吗？感觉到了吗？你觉得我会是那种细稿？你觉得我会是那种很虚弱的那种，就是别人一打我，我就别打我，哎呦，快放开我，快，我错了，我是那种吗？哦呦，我这28年的干饭，27年半的干饭不是白吃的。但是我的善良是天生的。有点小压。我这27年的干饭不是白吃的，但我的善良是我天生的。有点东西啊，有点东西。黑眼圈为什么那么重？这个我要告诉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我可能就是说一个睡觉，他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，有可能，还有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会涉及到熬夜，但是熬夜它一积存下来，那就没办法恢复了。对，新剧也不叫新剧了，2年半以前了，2年以前了，拍的一个剧要播了，31号哈，大家要是可以的话期待一下，可以到时候那个就是支持一下，谢谢。等一下，等会儿被封了，等我一下，我把西林拉进去。新戏要播了，然后呢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我和千迪老师的，看见缘分的少女，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工作人员啊？一直在 Q 我啊！这个小菊是不是工作人员啊？一直在 Q 我说戏要播了，剧名叫什么啊？哇，这个人也像是工作人员，这个高稿，敖老师是有新剧要上了吗？所以才开的直播对吧？对，你也是工作人员，我已经发现了，你们2个都是工作人员，你们2个都在都是工作人员啊！这个哈也是工作人员，芒果台，对，芒果台也是工作人员哈。后边有什么安排哈？不知道，我没什么安排。我和田老师的戏，不知道，到时候反正肯定会提前那个的，肯定会提前宣嘛，暂时不知道。后边的安排不知道，没有安排，没有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，我们一切听从命运的安排。不要去相信有的一些歪门邪道的消息，知道吗？不要去相信一些歪门邪道的消息，你们要不信谣不传谣，我们要就是信那个，到时候
具体是什么样的，到时候才知道。音乐节，我那次去宁波是我第一次去音乐节，我真的是第一次去。我第一次去那种，就是我以前没有去过演唱会，也没有去过音乐节，也没有去过那种音乐房子，都没有去过，都没去过。以前怎么说呢，就是没有什么条件吧。现在有空了啊，现在有条件去看一看。所以说呢，我就先去看了一下，先是去看了一下我的朋友嘛 ，TTC 的音乐房子，他们那个乐队，我去看了一下，我觉得感觉还不错，现场氛围非常好。然后又去了一下音乐节，看了一下郭顶老师的演出，哇，原来看演唱会是这种感觉，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置身于那个环境之外。我本来是想，我说我一去，这么多人啊，这个广场怎么那么多人啊？然后因为不是每个乐队我都认识嘛，我就会想这是谁，完全不认识，因为没有参加过这种东西，我不知道，不认识，或者我可能听过他们的歌，或者说在某些平台上我能够听到他们的音乐，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谁是谁，就没有见过，因为我也没有去那个关注过这方面。然后我就在那个外面站着，我说里面的人好嗨呀，就一直在那跳，然后就跟着那个音乐跳，我就在旁边站着，我说有那么嗨吗？怪怪的，融入不进去。然后后来我就看到很多人嘛，然后就到郭顶老师出来了，我就往里挤，我就开始往里挤，我就跟着那些人往里挤，因为上个月的演出完之后，很多人就走掉了嘛，他们是一批的嘛，然后我就往里挤进去之后，然后我就挤进去之后，我就找了个位置，因为没有人能挡到我，基本上就不可能有人挡得到我了，能挡到我就2米几了。你至少得比我高30厘米出来吧，我觉得至少得比我高一个头的距离才能完全把我挡掉吧。你挡不到我的，我都从我这个视野一眼就能看到最前面。然后后来开始唱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哇，真的那个现场的那种氛围那个氛围是真的，就是在自己戴个耳机听和你在现场去听完全是2种东西。但大家有条件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多去就是喜欢的一些乐队啊，喜欢的一些歌手啊，然后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去现场感受一下的，要是有空有时间的话。对，这个红头纱6好不多说，建议大家还是别送东西，然后我反正还是觉得，要是你们有空，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，就去看看，其线下真的很多东西都不一样的，完全。鞋，我穿的是骑行靴去的，没有人能踩得过我。我那个鞋头都是钢板，鞋后跟也是钢板，就防摔嘛，防磕碰嘛，这骑行靴。没有，主要是也是，要是确实是个子很矮的话，确实是不好。因为我站在那儿之后，我后边都没人，我后边就透不到那个看台上，就没有人能看到。一般女生，你们去看演唱会，女生比较多嘛，他们在后边完全就是在我后面这样找。前面这个人好高啊！我在哪去看不到，
然后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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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。但是没办法，我让不了，我没办法呀，我总不能，我怎么办嘛？唉，我多高？我多高？我上次不是说了吗？1.87米，很准确，很准确。但是好像还是不太信你们，不太信不重要了。哎，反正其实我觉得，你188跟1.9米跟1.9米多一点，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。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，反正1-2厘米也就那么点儿吧，就那么点儿，1厘米或者是2厘米也就那么点儿吧，多1厘米，多2厘米也就那么一点点，那么一点点，其实意义不大，不重要。能长播吗？你看我已经啊，我确实不怎么长播，主要是天天播，天天播你们就会看腻的。你要是天天像看节目一样守在那儿啊，今天8点半啊，明天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四、星期五啊，日鹏晚上有直播，然后你守在那看节目一样，你就会看腻，没有用。天天播我也没那么多话说呀，我哪有那么多事情跟你们分享啊？我天天在外面旅游，我觉得我可以天天播。我天天在外面旅游，我可以天天播，因为我有很多事情可以跟你们讲。但是，毕竟我还有其他工作，毕竟我还有自己的生活，我还要出去玩呢，我还要去上网呢。我也有自己的爱好，不是？你想，我要骑车，我要上网，我要打游戏，我要就是自己的，就是工作闲下来之后哈，就是没有工作的情况下，我会做什么？我会打打游戏，我会去打打游戏，我还会去打打游戏，骑车，然后出去旅游一下，玩一玩，然后跟朋友去玩个什么剧本杀、什么狼人杀、什么血染之类的，对吧？那我要赚钱，我肯定是也是靠工作赚钱，我肯定也是去拍戏挣钱。直播，直播。我要是真的靠直播赚钱，你就真的会看到我天天赚，我天天，我随时随地的播，我早上起来就播，我睡觉都播，我睡觉让那个系统都检查不出来，我就一直买那种摇晃的那种床，然后一直播。早上也播，中午也播，晚上也播，下午也播。我就靠这个吃饭，我接着，我去打什么游戏？我最喜欢回答这种问题。英雄联盟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屏幕有点脏。英雄联盟，然后呢，手游其实现在王者打到50星啊，打到55颗星之后啊，我就觉得没什么意义了，知道吗？就是太强了，就是打到50多颗星，我就觉得自己太强了，就没有什么再打的必要了，然后我就不打了。唉，然后呢，打个手游英雄联盟吧。我第一个赛季就已经打到那个宗师了，我也觉得也没什么意思。现在呢，主要还是跟朋友玩，就是看哪些朋友有空，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玩，主要就是。哎呦，你60多星感觉没什么。哎呦，你60多颗星，哎呦，月亮指挥官，
我60多公升都感觉没什么意思。哎呀，装起来了，哎呦，这个人装起来了，哎呦。哎呀，我只是不想打了，不是百姓。哼，哎呦，我现在就打打呀，打打英雄联盟，打打大乱斗，哎，开心一下，跟朋友几个快乐一下就 OK 了，没那么多那个。哎呦，你好几个国服，哎呦，哎呦，长起来了，哎呦，我不得了哟，哎呦。哎呦，带李弘毅，我不用。带不动。我们跟你说，直播内容啊，它仅限于一个直播效果，知道吗？不要当真，不要当真。李老师很厉害的，李老师很厉害的。哎，注意一下鱼尾纹。哎呀，这个注意不了，没办法，我这个纹我怎么办嘛？我这个纹我没办法，就这样。这个东西我已经没办法，我认了。我觉得要是年纪再大一点，30多岁了，就去拍，演个爸爸，演个叔叔，演个伯伯，演个什么的，差不多30多岁的人，30多岁演个30多岁的人，没问题。要是我确实长得贼年轻，要是确实那能够年纪稍微小一点，那也行，就自然一点嘛，对吧？唉，而且这个纹啊，我跟你说，最开始这个纹它只长到这儿，最开始这个纹它只有这儿有几条，然后后来它就开始往上走，然后再后来它就开始往下。你们看见过2年这个地方它会，你们再会过2年它这个地方会往下延，就是这样滑下来，这顺着这样滑下来。它会越来越往下走，没办法，这个东西是肯定的，我已经预见到了，这不重要，不用去关注这个东西啊。但是你关注也无所谓啊，可以，只是我自己不怎么关注这个东西，有点纹就有点纹吧，不重要。而且平时我笑的也比较多，那人一笑，我总不能把眼睛撑着，哈哈哈哈我总不能这样笑吧？我肯定那笑他就几下，笑一下几下，一笑他就几下，一笑就几下，那怎么办？那肯定没办法了。唉，打针我觉得很恐怖。我第一是晕针，第二他们说那个就是打那个肉毒素，
它就会受掉什么受这些地方，还有一些什么打了之后它会就是僵住，然后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它会很硬，就是我不懂啊，我只是听说它就是会硬，它就会变成那种很怪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晕针。我去医院，上次之前我这发炎了，这个里边咽颊炎发炎了，把我吓到了，20天我才好。我前几天只是嗓子有点痛前几天我是突然开始发烧，然后然后我说莫不是，知道吗？莫不是我，或者就是小牛，万一是那我肯定很危险啊。然后我就去医院，然后去医院检查，他说我是病毒感染，但是他也没跟我说是什么病毒感染，然后就给我开了抗生素，然后我就回去吃了不见好。然后我又跑了趟医院，然后我又检查，还去拍了个片，把那个麻药喷到你的鼻子里，然后把麻药喷到你的嘴里，然后他伸一根管子，伸到那个里边去拍里面的片。他最开始跟我说从鼻子伸进去，就是我在那个门口等着的时候，我就看了一下那个说明嘛，他说等会儿会有人跟你喷那种麻醉喷雾，然后喷了之后你就在外面等着，然后就进去那个检查。然后我在那个门口我就坐着，然后医生说耳鼻棚，我说在这里，我说这里，他就拿那个喷雾来，嘴张开然后鼻子然后说你等一下，等5分钟之后就可以了。我说好的，然后我就感觉我的舌头变麻了，然后整个鼻子都麻了。然后就我们进来，我说好，进来之后来坐好，我就看见他拿这根管子往我鼻子里面塞，我说你干嘛？我说你干嘛？他说你不能用这个鼻子进这个管子是吧？那我就从嘴里进吧。好，来戴个手套，自己把自己的舌头给扯着，然后我就把自己的舌头给扯出来，不让它往回缩。他就拿个管子伸进去给我检查了拍片，拍完了之后，我等结果，等到了，跟我说是急性咽炎，然后又给我开了药，我回去吃了还是不好，我当时完了。我那么多年，我真的从小到大2次下那个医院2次去医院，我都居然没把病给治好，把我吓到了。然后回去就开始胡思乱想，很恐怖，各种胡思乱想。然后后来问了一下医生朋友，跟我说才是咽颊炎，然后我还是延续吃之前的药，然后去记这个记那个记这个，然后才治好的。然后中途对我是说晕针，我怎么扯那么远？晕针，中途抽了一次血，真的，就是我坐在那儿，我一坐上去就开始流汗，我一坐在那个抽血的那个台子上就开始流汗，我把袖子一撸起来就开始流汗，狂流，就是我感觉瞬间一下那个冷汗一下就激出来了。然后那个医生就跟我，他就拿那个针头，我说那个，我医生我有点紧张，我就是这个，我卡住了，卡了一下。我说医生那个我紧张，我不说。他说你晕针吗？还是晕血？还是晕针？我说我不晕血，我就是那个没有啊，这个太夸张了，这个有一点就节目效果，这个有一点点演绎在里面实际上肯定不会那么夸张啊。要是这样，他肯定不会给我抽血了，他会让我去拍核磁共振，
那个我简直是脑子，这个是演的，当然我不可能走过医生。然后呢，医生就说你晕针晕血，我说我晕血，我说我不晕血，我说我晕针，我说我晕针，我说我就是看见那个针。他说你怎么个晕法？是看见就要昏过去吗？我说我说没有，我说我是就是看到针扎我就会很紧张，肌肉紧绷，然后一下就上头，就会一下这个血压就会上来。他说他说你不看，我说我不看，我肯定不会看的。我说我病我看，我不看。然后转过去，然后就开始我感觉他这涂那种酒精，就是那个碘酒，就开始碘伏，就开始涂了。我一感觉那个凉凉的感觉，我说开始了，完了要开始了，我就把气一憋，然后他那个针一戳进去，我就我就一口气抽血，给他表演一个一口气抽血，然后我就摁着，他说好了啊，然后站起来跟医生说谢谢医生。真的，抽血真的很恐怖，抽血真的贼恐怖。第二怕的事情就是做皮试，就是在你的中指头，是中指头还是无名指啊？中指头还是无名指忘了，就是拿那个螺丝钉，就是那个螺旋状的那个尖的，在你的上面摁一下。哦，那个才恐怖，那个真的才恐怖，那个是最恐怖的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就是最恐怖的。他就像这次我去开那个抗生素，他给我开了个什么阿奇霉素，好像叫那个名字我忘了，好像是啊，不确定。他说你那个过敏吗？就是对抗生素过敏吗？我脑子一想，说过敏要打针，不过敏，不过敏。他说你过敏的话就要去做皮试，不过敏，我都不过敏，我什么都可以吃，不过敏，一点都不过敏。来吧，绝不皮试，直接吃塞。真的很恐怖的。但是我现在想起来，我那么怕针。我当时在宜昌，湖北去拍那个时光与你都很甜的时候，对，我还去献了一次血，献了400cc。这是我的英雄历史，我觉得非常的勇敢，我去献了400cc。就是很了不起。当时我是去逛商场，然后逛商场之后，我就出门就看到那个献血车，然后，哎呦，当时意气风发，直接上车。问我献多少？我说最低多少？最低200，那就200。他说小伙子，200，一般女孩子献200，你们这种身强力壮的男生400。我一听他夸我身强力壮，直接400。他还好当时没跟我说600，直接400。然后我就去抽了，当时我不看，
他让我一直捏那个旗儿，我就一直捏，一直捏。我觉得没什么呀，献个血，我觉得是我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。我觉得我很厉害。当时我恨不得把这件事情昭告天下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然后发了一个牛奶给我，发了一张献血证，发了一张购物卡，好像是我忘了，反正发了个什么东西，然后发了这些东西，下车了。我在百度上搜了一下，献血之后要注意什么？要多吃蔬菜，多补，就是补回来。哦呦，我心想这有啥呀？400cc 有啥呀？哇，猛男！哎呦，猛男，就400cc 有什么啊？有什么？能有什么？我出门稍微走快2步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第二天拍戏，照常拍戏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让我去跑那个楼梯，跑上去去追上去，就追上别人，也不是很快就跑上去，头一下就晕了。我一跑上去，头一下就晕了，直接，哎呦不对，我说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我说我怎么回事？我说这个一下就是那个缺氧，脑子里面缺氧，直接说再也不去了，再也不去了。当时巨虚，哇！那2天我连吃了3天的海底捞补回来的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直接3天海底捞，3天。当天晚上去吃了一顿海底捞，第2天又去吃了一顿海底捞，第3天又去吃了一顿海底捞，疯狂的点鸭血。2份的点，就一直烫鸭血吃，一直烫鸭血吃。这也没什么事儿嘛，这也恢复过来了嘛，我现在不也恢复过来了吗？啊，你看活蹦乱跳，精力充沛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任何问题。哎，我记得我之前是什么话呀？我记得我之前18岁那年，有点压。我也看见过献血车。压不出来了。重新来一下，我18岁那年还是像现在那么甜。不重要，我们跳过这个话题，分割线。好 ，OK， 直接划掉这个东西，直接划掉啊，直接划掉，这个事情不提了，我们刚才说什么晕针？我怎么能说晕针说那么远，那么久远呢？为什么呢？哇，不重要。好，现在马上9点钟了。我明天有事儿，明天有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一定要早点睡觉。所以说呢，欢乐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欢乐时光总是短暂的。我们是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明天要工作，后天也要工作，大后天也要工作，天天的工作。这可能是我近段时间以来最后一次直播了。近段时间来，至少15天吧。
说到这里有没有一点点想哭？我要15天都看不到儿鹏直播了哎呀，好难受啊！哎呦，好，甜甜圈圈，你说续5分钟，那我就跟你续5分钟，现在8点44，我就跟你续到8点49。幸运观众，抽选你，续5分钟。这5分钟我们就这样望着，望着过5分钟，望着过5分钟。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最后这5分钟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，今天电脑都没带来，打不了游戏了。少年歌星有没有续集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你要去问他们，你要去问编剧，你要去问周木南有没有下集。下一个问题，啥时候再来李蒙波？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，好像暂时可能短时间之内不会去宁波。用我的声音当个闹铃，不行，我和你说，我很讨厌闹钟，闹钟会把你吵醒，我不想成为那个让你最讨厌的人。哎呦，这好油啊！怎么那么油啊？哎呦，怎么那么油啊？哎呦，怎么那么油啊？现在越来越油了。哎，最近，有啥有什么问题？晚上吃了什么？痴的看着你。哎呀，你怎么不问我喝了什么呢？你非问我吃了什么，你怎么不问我喝了什么呢？你为什么不问我喝了什么？快，问我一句，喝了什么？呵护你。很过分。好了，48分了，48分了，48分了。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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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的支持，
希望大家31号能够多多支持新剧，也谢谢大家长时间以来的支持。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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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说了再见，才发现再也见不到。能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？哎，我还没下播，我现在这个结束的按钮就在我的右手下方，我只需要点一下，就随时结束。说了再见，说了再见，才发现再见见不到。能不能这样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得下播了，不然要变异了。拜拜，兄弟们，再见！再不下播就要变异了，拜拜。